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宣布中国领导人即将访俄。俄罗斯外交部在1月13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领导人呢可能在2月底访问俄罗斯，这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次重要事件。但是1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反应。这表明呢，中方并没有完全敲定领导人的访俄的行程。近年来中国关系友好而且稳定，两国领导人多次会面，经贸合作密切，军事互动频繁。2022年的2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前来北京参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双方呢签署了大量合作的协议。但是很快，乌克兰冲突就爆发，西方呢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中俄两国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中国完全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采取了客观公正的外交立场，不加入任何制裁的阵营，也不向任何一方提供军火的援助，同时呼吁双方是尽早停火，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这个立场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的赞赏，甚至连西方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也没有指责过中方的立场。但是美英集团就恼羞成怒，一直污蔑中国是俄罗斯的支持者。俄罗斯当然希望中国能够旗帜鲜明地和自己站在一起，帮助俄罗斯把战争打赢。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就公开赞扬中国的国际形象。8月18号驻俄驻华大使馆还直接点名表扬中国的无人机企业。10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视中国为亲密朋友。这些说法都得到了中方的善意的解读。与此同时中俄贸易大幅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油气产品的最大的进口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国。2022年中俄贸易额增长近 30%， 超过了1900亿美元。中国主要出口手机、工业设备、儿童玩具、汽车、空调和电脑，特别是在俄罗斯遭到西方的全面的制裁以后中国向俄罗斯大量出口货运、卡车这一类的重要产品，这当然会为俄罗斯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起到稳定作用。在乌克兰战场上，现在双方处在僵持的状态，都在聚集力量，准备在天气转暖以后采取攻势。俄罗斯大力的提升坦克、装甲车辆和巡航导弹、自杀无人机的生产的产能。乌克兰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向欧洲国家索要大批主战坦克，甚至是战斗机。俄罗斯用一己之力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当然是比较吃力的。而西方国家的武器库存日益减少，北约国家面临着常规武器弹药短缺的前景，西方民众援乌的热情和耐心正在耗尽。这场战争对对抗的双方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立场对乌克兰冲突的结果影响巨大，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假如中国决定全力军援俄罗斯，那么以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一定能够弥补俄军在先进武器装备方面的缺陷，解决俄军在战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导致乌克兰和北约大面积的溃败。相反，如果中国决定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会断崖式的下跌，这将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难以为继。一旦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军事失败，动用核武器的概率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事件。所以中方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俄罗斯外交部门公开宣传中国领导人将访问俄罗斯，显然是希望中国能够更加靠拢自己，对俄罗斯予以支持，哪怕是舆论上的支持。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大国，一定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前提下，把人类命运和发展放在首位，绝不能让世界向核战争的方向滑落。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